家的二少爷又在枕楼债台高筑了。这厮有多少？光这个月900两了，还真是个败家子儿啊！我听说，这吃喝嫖赌样样精通，这个家早晚让他败光，是吧？来，嫖好吗？这平津侯什么人物？他的大儿子庄知府，年纪轻轻啊，就做了工部侍郎。那你说这侯府怎么生出这么个不成器的小儿子呀？给那个侯府的脸呐，都丢尽了。丢尽！来吧，我看你们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在这个地方胡言乱语。不是我说你谁呀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倒觉得二公子挺好的呀，他反倒像年轻时候的平津侯，不见得比不上大公子。庄大公子文能治国，前途无量，那庄之行拿什么跟他比？是。告诉你们，庄之行身上有的可是平津侯的血脉，是先将军庄牧的孙子，庄家世代将才。庄二公子现在啊，只是不显露山水罢了，假以时日，一定可以名扬天下。就他，兄弟，你太会说笑了你。来，别听二公子，庄二公子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我不能在这儿吗？没事儿，你们继续。庄二公子，我们休息完了，您泡。对，您泡。走。哎呀，要不要找人治治他们？京城啊，瞧不起我的人多如牛毛，治不完的。上次叫你来跟我一起泡，那么见外，今儿怎么自己来了呀？在下出身贫寒，没见过世面。上回听了庄二公子对这药浴的一番褒奖，这心里就惦记上了。最近疲于暗读，就抽空过来缓解一下，让二公子见笑了。那你今儿可来对了，今儿这温泉水里加了红花、丹参和当归，有活血化瘀之效。你方才替我说话，我要谢你。这顿澡，我请了。多谢二公子。来，哦，舒服。你也看到了，京城的人啊都看不起我，臧大人怎么这么看得起我？哎，金陵岂是池中物啊！我第一眼见到你，就知道二公子绝非凡人。你好奇怪，这话不应该对我大哥说吗？所有人都恭维大公子，但我却觉得，你将来的路，比大公子更为宽广。哦，你说说。二公子弘毅宽厚，知人待事，我断定，侯府的下一任主人一定是你。还是不够了解我呀。我呢，闲了就尝尝枕楼的美食，闷了呢就喝喝丽月楼的美酒，心情好的时候就到画舫游湖，跟姑娘们说说笑笑；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就豪赌一场。哎，就我这活法，旁人羡慕还来不及呢，凭什么非得去做那一家之主啊？上下操劳。这些当真是你自己选择的，还是有人潜移默化地驱使你，让你对别的都不上心，只会这些吃喝玩乐的本事呢？看来今日并非偶遇，你是有备而来，专程等我的吧？是，偶遇虽假，但这些可都是真的。我查了侯府历年的账册，是大夫人蒋香为你在酒楼、瓦舍、赌坊埋了近3万两银子的账，默默地替你打点周全。你是觉得自己遇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母亲呢，还是遇到一个心机深沉，把你养成废人，从此再无力与他儿子争宠的大夫人呢？
看到上面的字了吗？家下曲，家下指的是侯府内院，家下曲就是说二公子拿走了，但家字下面是个史字，意思就是说所有的钱财都被猪给取走了。侯府小店，家人团聚之时，二公子却流连于酒肆之间，惹得侯爷失望憎恶。久而久之，这侯爷心里自然就没有你的位置了。是你自己不想去，还是有人根本就不想让你去呢？二公子，你到底还要忍受这些羞辱到什么时候啊？大夫人的好，接受如意，拒绝才难。你难道就不想争一争？你想让我争什么？和大公子一争高下。你觉得我真的能行吗？当然可以。大公子资质平庸，既无为君分忧之能，也无笼络人心之才。我看他呀，也就只能到这儿了。要是让他这样的人成为下一任平津侯，那侯府以后就只能每况愈下，日渐式微了。但二公子就不一样了，二公子磊落洒脱，颇有侯爷当年的风采，日后必能破虏平蛮，出将入相。二公子，上海。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。听你一番话，比我赢钱都开心。我们今儿一定得好好喝一杯。行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一切都听二公子的。好。来。这是我一直存在枕楼的屠苏酒，拿出来给你尝尝。来，多谢二公子。来，哎，三海，你倒是替我操心了不少，但是我觉得，你不只是要替我谋划，还要帮助你自己吧。大公子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，离不开蒋襄在背后替他谋划。我就算拜入他的门下，也顶多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小幕僚而已，他不会对我另眼相待的。但是二公子就不一样了，二公子如今两手空空，何不奋力一搏呀？你倒是看得分明啊！我大哥如今已经在朝堂做官，本就是我爹的指望，你就是帮，也帮不上什么。于是你将绑压在我身上，赢就是以小博大，一个人独赢，你很懂得赌嘛。哎呀，哪儿比得上二公子啊！上海啊，今日一叙，我才发现原来侯府里还有人替我操心，替我着想。来，我敬你。哎，你这，在下不胜酒力。你这是瞧不起我的酒吗？不，来，果然是好酒啊！喝酒我行，其他的，我这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只懂得享受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二公子言重了。
不信？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小的时候啊，我曾经被一个恶童抓住，关在地道里，才1个晚上我就差点死了，所以说啊，我是真一点苦都不能吃。二公子这叫福泽深厚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恶童，当时他为了找他爹，被东夏公主鞭打。他把我抓起来，也是为了问出他爹的下落。哎，你知道他爹叫什么吗？在下怎么会知道呢？他爹叫蒯夺，是当年钦天监的监正。不过第2日他家就被灭门了，那小子自然也死了。哎，我记得他当年背上的伤很重，听他们说，那2道疤一横一竖，像一把剑。喏，就跟你这个一模一样。你不会就是那个恶童？二公子真爱说笑，我这背上的疤，是我小时候学艺偷懒耍滑被师傅抽的。哎呀，是吗？不过也对，他早就死了。他要是没死的话，应该跟你差不多大。一定会想尽办法接近我爹，伺机而动，然后杀了他。哎呀，二公子，您说的这些话，真是吓到我了。什么恶童啊、灭门啊，在下完全听不明白。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？在下来侯府，就是给自己求一个安身之处。这侯爷若是有什么不测的话，对我没有任何的好处。您说对吧？或许你是为了自己的前途，又或者说，你发现根本杀不掉我爹，于是另辟蹊径，从我下手。我说的对吧？智罗，你就是智罗。当年你没死，现在回来报仇了。二公子，你喝多了。在下再说一次，你认错人了。我不是什么智挪，我是藏海。二公子若是不相信，可以随便查验我的身份。我现在清醒得很。我告诉你，我和你第一次在财库相遇的时候，我就记住了你。后来杨真、曲娇都因你而死，我就隐隐觉得你不对劲。这屠苏酒里加了川芎和玉桂，即便是陈年伤疤，喝了也会显现出来。二公子，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胡乱猜测。你背后的疤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们可以现在就回去，把这疤给我爹看。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有多好的口才，看看他会不会饶你性命。既然你都已经看出来了，为何直接来告诉我？因为我爹的手已经沾满了你家的鲜血，我不想他再杀了你。10年前的那天夜里，我因为在你家受了气，睡不着，就想去找我爹，让他给我出气。爹。后来我困了，就在他房外的廊下等他。他很晚才回来，我想叫他，却看到他脸色阴沉极了。我知道，那天晚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二公子，这大清早的你要去哪儿啊？去蒯家。去蒯家？二公子，去哪个蒯家？还有哪个蒯家？就是陈娇、钦天监的那个蒯家。昨夜蒯家突然烧起大火，里面的人全烧死了。但我忽然想起昨夜父亲的脸色，再加上杨真衣袍上有被火撩过的痕迹，
我就隐隐觉得，蒯家灭门之事与我爹有关。但是我不敢想，我怕一想就成真了。志奴，我知道你这些年一定过得很苦，很恨我爹，但是我不能让你报仇，因为我只有他一个亲人了。你杀他，我一定会先杀了你。离开侯府，离开京城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我要是做不到，我只给你1天时间。我还遇到了一位故人，我知道他这次回来是要杀了爹，替他全家报仇。我要他离开京城，再也不要回来。娘，我没做错吧？志奴，你来看，这花儿很罕见，它长成后，根茎可以入药，花和种子却有毒。谁？二公子，你为什么还没走？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，还不能走。不怕我告发你吗？怕。所以我今日前来，是要杀你灭口。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帮了我，我就会允许你杀我爹，你死心吧！哎，你干嘛呀你？二公子，你看，这坟上是不是只有这种花？坟上开花，有什么奇怪的？你在林中的其他地方还见过这种花吗？它叫独岭南星，整株有毒，为何偏偏这种毒物只长在你娘坟上，还如此茂盛？或许是从别的地方飘过来的种子吧。独岭南星是南诏州特有的毒草，是飘不到京城来的。你什么意思？要么是有人将它特意种在你娘的坟上，要么就是坟里的尸体本身就带着独岭南星的种子。不过你应该清楚，前者几乎是没有可能的。你想说什么？如果猜的没有错，你娘应该是被他毒死的。不可能，我娘就是生病去世的。她走之前，我整日整夜陪在她身边，没有人能下毒。独岭南星虽比不上砒霜的毒性烈，但以它的花毒，每日服用1点，长年累月积攒在五脏六腑里，到了某一天，人自然就死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只需要二公子将令堂的遗骨请出来，便能查个分明。你要我挖我娘的坟？二公子难道不想知道真相吗？也许毒害令堂的，就是你一直最敬爱，也最意想不到的人。藏海，你畜生！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是我爹杀了我娘？这个事啊，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。你为了杀我爹，就要挖我娘的坟，你为达目的捏造谎言，你丧心病狂！那我问你，为何庄家先祖的坟茔都在陵园的东南面，单单你娘的孤坟在北面还如此的简陋？她的牌位到如今为何都进不了祠堂？你闭嘴！最重要的是，你娘去世这么久，为何你爹一次都没有祭拜过她？为何？啊！
你还欺负别人？看这画，是不是如我所说？你若是不信他有剧毒，你有没有胆量将他吃了？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会相信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给我滚！明日祭祖的时候，你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檀木凝香，庆心悠长，定国安邦，祖德贤良。玉杯佳酿，琥珀之光，净手而酌，报恩祖方。列祖列宗，不孝子孙庄如隐携家眷前来拜祭，侯府家宅安好，妻贤子孝，望列祖列宗英灵保佑。拜，兴，再拜，兴，三拜。兴，礼成。侯爷，祭祀的贡品都沾了先祖的福气，吃了一头好。侯爷，这些点心在外面放久了，刚才启封已经沾了灰，让他们重新做一份吧。把香灰包起来，带回府里埋上，也算是有意头了。就听夫人的。这花是哪来的？奴婢不知。夫人，这花有什么不妥吗？问这么多干什么？赶快丢掉。是。爹，又怎么了？您很久没有去看娘亲了。自她离世之后，您就再也没有去看过她。一会儿，我要去猎场狩猎，你不是不喜欢狩猎吗？自己先去吧。怎么了？去！
这是做什么？爹多年来不愿见母亲，我只能出此下策，引爹前来。您真的一点都不想他，不想看看他吗？明明从前您那么爱他、疼他，为什么爹变了？为什么一切都变了？想到他，为父就不好受，所以宁可不去想，不去见。爹难道还会为娘感到伤心吗？行了，回去吧。爹，等等。娘坟上的花开得好看，请爹带回去，插在瓶中。他若是想念您，透过这花，也许能看到您。我知道，他一定很想念您的。灵魂之说都是些无稽之谈，我们习武的，从来不信这个。不管怎样，这是我娘坟上开的花，您带回去养着也是赏心悦目啊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花花草草的。今日念你，思母心切，为父也不想训你。时候不早了，走吧。这。那只独领男星是你放的吧？猜测无凭，做人让你亲眼见着才是。新夫人没有地宫，只是简葬，只有棺没有椁，所以棺材才会腐朽得如此之快。生有宣冕、福位、古禄、田宅之分，死有棺椁、萧青、矿垄之度。很难想象，这竟然是侯府夫人的墓葬。我要开棺了，你若是不忍看，可以去上面等我。不用，这是我娘。来，3、2、令堂的手腕骨是畸形的，而且与普通人的骨骼相比，明显要小一些。他的左手手腕骨
也是畸形的。令堂去世前，可有全身无力、头晕头痛、四肢麻木的症状？一开始只是头晕昏沉，请了大夫也不见好，之后便每况愈下，整日头晕恶心，精神不振，到了最后，甚至常会说胡话，浑身抽搐，疼痛难忍。那就对了，这正是毒理南星中毒的症状。毒理南星中毒的人都会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骨骼缩小畸变。加上令堂去世前说胡话，便是毒瘾入脑，是中毒最深的表现。你肯定吗？我从小跟着师傅耳濡目染，不会有误。我想，你娘应该是去世以后，身体里还有没消化的种子，随着时间推移，种子伴着尸液进到了土里面，才会生根发芽。我娘一生与人为善，委屈都自己咽进肚子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人呢，并非一定要作恶才会招致杀身之祸。这毒，并非一朝一夕能置人于死地，需长期服下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爆发。也就是说，这事儿一定是身边人干的，外人不可能做到长年累月的下毒还不被人发现。我昨日让你在祭礼上看看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蒋相，府中的吃穿用住都是他管着，而我娘，就是回到京城1年后才开始生病的。曾子曰：“慎哉，孝之大也。”心儿写的真好。娘，你怎么了？一开始，府中请了许多大夫，治了许久都不见好，病反而越来越重了。我很着急，我也不玩了，我天天陪在他身边，哪儿都不去。可他再也没有好起来过。后来，我去找爹，爹也不肯见他。娘，娘，我不要你死，我不要你走啊！无论娘在哪里，都会保佑你的。你一定要听爹爹的话。为什么爹爹还不来看你？爹爹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星儿，无论如何，他是这个世上最疼爱你的人。娘不求你像爹爹一样，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儿，娘只希望你活得开开心心的。这是娘唯一的心愿。以后的路，只能靠你自己走了。娘陪不了你了。娘，我不要你走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，我娘。我爹都再没来看过他一眼。我一直都想不明白，我
娘为什么渐渐失去我爹的宠爱？我爹又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将我们母子俩弃入敝履？我昨夜在你娘的坟上看见这花，就觉得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之前在侯府打听过你的事儿，下人们说的话都是一样的，他们都说是你娘背叛了你爹。你娘借身体不适为由，与一名药郎过从甚密，两人暗通款曲。胡说八道！我娘深爱我爹，她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儿。你想知道真相吗？蒋相身边曾经有一个不起眼的侍女，5年前因为犯了事儿被赶出了侯府。今日我让人找到了她，并问出了真相。你娘与药郎的事儿，正是当年她在蒋相的授意下散布的谣言。别闹大了，我来办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要毁掉一个女人，破坏她的贞洁，是千百年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。你若是还不相信，我可以把此人交给你，你自己去问。我爹，他知道吗？我查过了，侯爷回京不久，皇上收了他的兵权。他为了在朝堂上站稳脚跟，急需蒋相的父亲，礼部尚书蒋敬的帮助。在权势面前，他选择了蒋相。恐怕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逐渐冷落你娘的。而蒋相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对我娘暗中下毒的。至于侯爷有没有参与下毒，自然是有办法查清楚的，就是看你是愿意继续查下去，还是愿意一辈子装聋作哑。只要二公子信我，按我说的做，我定可以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。我只想为我娘报仇。对付蒋相并不难，他想要的不过是让庄知府成为侯府下一任主人。庄知府一旦失宠，蒋相也就没了依靠。对一个人最好的报酬，就是摧毁他最大的希望。如今的你被他看不起，但这恰好也是你的优势。蒋相死不足惜，但现在我爹竟也成为了我的仇人。沧海，我爹是你的仇人，你要杀了他，为你全家报仇。可你为何要帮我？我有一件事，需要从平津侯的嘴里探出来。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但是你不能问，你需要有人帮你从他口中问出来。对，我家当年的灭门惨案，凶手除了你爹，还有另外2个人，一个是掌印太监曹敬贤，而另一个人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线索。我需要找到这个人。在此之前，我不会打草惊蛇。你要我从我爹口中打听出这个人的身份，这是你帮我的条件。是。打听出来之后呢？你会做什么？
是我多问了。你进侯府的目的就是为了复仇。这仇我是一定要报的。若二公子不愿意，你可以现在就去告诉侯爷我的真实身份。他杀了我娘，我不能原谅他。但他毕竟是我爹。灭我蒯家的仇人就在我眼前，但我却不能杀他，还要与他百般亲近。你明知仇人是谁，却还要承欢膝下，舔颜敬着他，爱着他，这对你来说，又何尝不是千刀万剐之刑？杀人者偿命，这是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道理。我可以帮你打听消息，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帮你复仇。如果到时候我反悔了，你不要怪我。二公子替我隐瞒身份，帮我找到仇人，我已是感激不尽，不能再强求其他。若到时二公子萌生他意，我也绝不埋怨。只请愿吕先生之谋，请先生帮我报仇。从今日起，我一切都听先生的。从今以后，你我生死一体，荣辱与共。继续。继续。你看准了。行了，先别打了，来，把药喝了。什么呀？这是补药，强身健体的好药。多想将你收藏，命运却捉弄，多荒唐。小无畏，叹无常，人心生死海，此生多风浪。北风狂射苍茫，谁奋不顾身，换遍体鳞伤。情难放，爱难藏，窗外雨霖铃，又一年秋凉。了却人间事，我转身苍茫。这庄之行可真行啊！有他一个酒囊饭袋还不够，把这京城最出名的几个废物公子都给找齐了。燃香。比试开始。红队得逞。
庄儿，你是东倒西歪的，是今日喝了酒吗？走，传给我！知道他是个废物，但没想到这么废物。一点武将的影子都没有，谁知道是不是平津侯的种啊？走，走喽！香还没有燃尽，你们是已经打算放弃了吗？我一直以为我是京城最顽固，现在看来比我差的多了去了。至少我还没有放弃，我自己上。接球！青队得宠。想赢了就跟上，跟他们拼了！你怎么传的球啊？你会不会？你吼谁呢？你会打吗？都给我认真点儿，说谁也不能输庄志强。这招是我教他的，那是我用扭药打的好底子。时辰到，青队上！
庄公子，我找你们臧大人。大人夜里出去了，现在还没回来。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这小的就不知道了，恐怕是有什么公务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等李家大人回来，帮我告诉他，按他指的路，我出发了。这。沈小新，你就住这个营帐，进去吧。哎，这么多人，我住哪儿啊？怎么着？还要让我给你找位置？这里是军营，不是客栈，自己找。他不会是想住单间吧？茅房是单间，你住不住啊？笑，都笑什么笑？一个个都给我老实点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你们齐的人。沈小新，赶紧归置归置。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去啊！人家嫌弃我们这些糙汉子太占地儿了。瞧你这细皮嫩肉的，以后就叫他沈少爷吧。啊，我看行。哎，哎呦，少爷没事吧？哎呦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没事吧？哟，你不会是要哭了吧？啊，少爷要哭了，少爷要哭了！放肆！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你，谁呀？沈将军呢？哟，沈将军来咱们这儿受委屈了呀！原来是沈将军啊！你可吓死小爷了！哎呀！就有人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，少爷？哎，门口那个地方好呀，风吹下来你挡着，还能强身健体。你看哥几个对你多好啊！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儿，庄之行已经去军营了。今日一早他跑来跟你告别，你没在。这小子动作倒是挺快。小海，你真觉得他能走下去吗？你不是今日入营的新兵沈小行吗？在这儿干嘛？哦，肯定是被那帮臭小子给欺负了吧？走吧，今晚住我那儿。你要在这儿缩一夜，肯定要冻坏了。我叫向红，是第3小旗的小旗长。临军先退者，斩；背军走者，斩；行军不负队伍者，斩；不服差遣者，斩；军中奔车走马者，斩；违主将一时之令者，斩；叫阵而为者，杖100。你，就是你，你干嘛呢？站好了，瞎动什么？
回总机长，我身上有东西。你还敢顶嘴？出来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沈小晴。军容不端，仗势！眼泪差点都下来。可来了10大板的，把他打的一瘸一拐的了。再来吧，真是活该。我当是谁了？这不沈公子吗？是你把虫子放到我身上的吧？给你开个玩笑嘛。展浩，差不多得了。军中严禁斗殴，你就不怕总机长知道？啊？看什么看？吃饭。走。忍着点啊！这药虽然疼，但效果极好，不出7日肯定能痊愈的。我从来没有招惹他们，他们干嘛这样针对我？来，坐起来，慢点。军营里胜者为王，你越弱，就越被人看不起。毕竟以后上了战场，随时是生死一线，没有人愿意带着拖油瓶。不过以后等你变强了，他们自然也不会对你这样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欺负我，反而还帮我？就不怕我拖你后腿？你虽然看着弱，但却有傲骨。展浩那么强，你都敢过去跟他打一架，就冲这一点，你这兄弟就值得骄傲。再说了，你又不会拖我后腿，你以后一定会很强的。你就这么相信我吗？你为了帮我，还被展浩打了一拳。小事，为了兄弟，这不算什么。哎，我还有个好东西。上好的竹叶青，我自己都舍不得喝。没有酒杯吗？要什么酒杯啊？大口喝，试试。这么喝酒确实痛快。以后我们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更爽。你先休息着，我去其他营帐看看。向红，谢谢你。来之前我就想，军营的日子一定不好过。没料到，我还能结交你这样的朋友。好好休息吧。你们真是胆大包天，还敢欺负他？知道他是谁吗？我管他是谁，像这种小白脸儿，老子见一次打一次。好，我告诉你们，
他是平津侯的二公子，庄之行。真的假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今年的布打球赛上，我在那儿当值，我见过他，就是这张脸不会错的。我不知道他为何要隐姓埋名来到这里，但是我知道，我们谁都惹不起他。死到临头了，都还在那儿乐。完了，完了！怪不得你一直巴巴的讨好他，原来你一开始就知道他的身份。那你怎么不早点说呀？我今日把他打成那个样子，他回去跟他爹爷告状，我就活不成了。行了，算你命大。我已经把他哄好了，他是侯门公子，生性单纯好哄。你们日后多说点好话，事事顺着他，他只要高兴了，自然不会告你状。啊！小晴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早知道我的身份，这才三番五次的帮我，我还以为你对我好是没有任何私心的。小晴，你从小在侯府长大，你不明白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。如果我不是平津侯的儿子，今日正好打我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不会上前帮我？那你说你相信我和卞强，也是这个原因？你出身于武将世家，自然不会弱的。所以还是因为我爹。我本以为你是真心想交我这个朋友，我本以为你接近我是因为我这个人。你是平津侯的儿子，这是去哪儿都丢不掉的身份。况且，没有利益往来，大家非亲非故的，为什么要对你好？行。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当逃兵是死罪，跟我走。还好今日遇见了我，不然你就出大事了。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？快吃吧，吃完我送你回去。如果我说
我不回军营了。人与人之间，是不是根本不存在无条件的好？这世上的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目的，很少会有人不计回报的付出。那你呢？如果我不是侯府的公子，你会接近我吗？如果我跟我爹并无仇恨，永远不会背叛他，你会跟我结盟吗？如果我到最后都没有办法得知当年的秘密，你还会帮助我吗？我知道了，这天底下只有一个人对我的好是没有条件的，那个人就是我娘。但他已经死了。我希望你永远都记得他是怎么死的。先生不用送了，我回去了。机长，有人找你。你们继续。今日怎么来看我了？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明日你休沐。是。明日父亲寿辰，我备了寿礼。怎么了？明晚侯爷宴请了许多亲近的官员，商议弹劾曹进贤一事。而曹进贤提前得到了消息，他一定会去。会发生什么事？以你爹和曹进贤的性子，恐怕会有一场恶战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我问你，你如今和你的兄弟们相处得如何？如果我要你明晚回侯府营救你爹，他们会帮你吗？如今他们都听我的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好，那我要你明晚带着你的兄弟们杀回侯府。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刻，你爹才会记住你的好。这比你送任何的寿礼都好上100倍。我让你救他，不是为了父子情谊，而是为了你自己。庄知府如今自身难保，这对你而言是绝佳的时机。明晚什么时候？等我消息。侯爷大宴宾客，怎么也不请咱家呀？是咱家不配吗？曹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给侯爷贺寿啊！这是咱家寻遍大庸得到的一把鹿墨刀，时隔1000年依然是锋利无比。天下猛兽任斩，侯爷不把咱家当朋友，咱家心里却是一直惦记着侯爷。想当年，咱们也是共患难过的，
嗯。曹公公有心了，那就坐下，喝2杯吧。那咱家就自己找个座儿。侯爷宴请众官，不单单是为了贺寿吧？是不是，吕大人？哦，原来侯爷是在执党营私，要弹劾咱家呀？就字里行间，把咱家写得那么坏啊！咱家真的好冤呐！嗯。那么，你们也都是来弹劾咱家的吗？时候不早了，下官忽然想起来家中还有老母没人照顾，下官先告辞了。侯爷、公公，下官也还有事儿，也先告退了。下官告退，下官告退。我看你们今天谁敢走！曹敬贤，你不但私扣我儿，如今还不请自来，当众撒泼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咱家今天来，就是把人给你送回来了。带上来！知府，知府，你把知府怎么了？来人！咱家把他的双膝给剜掉了。庄知府历年来贪污国库，皇上震怒，让咱家严审。他嘴硬，咱家只能上刑了。还别说，真审出了不少东西来。这些都是庄知府亲自认罪画押的，白纸黑字，写得清清楚楚。不过，还不止这些。知府啊，咱家是看着你入工部做官的，贪这么多钱，你没这么大的胆。告诉咱家，是不是你爹在背后给你拿主意啊？他是要招兵买马，还是要铸剑造假呀？住口！庄龙爷啊，只要你跪下认罪，你儿子便可免去一死。舅舅儿，侯爷，把他们给我围起来！你不但残害朝廷命官，还想构陷本侯！我现在就出令见皇上！偏金侯，你竟敢杀我！快来人！偏金侯要杀我呀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庄龙爷要杀人了！
平津侯杀我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平津侯杀人了！孩子，受苦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庄卢隐意图谋反，被咱家发觉，他想掩人耳目，欲杀人灭口，所有的官员皆有目共睹。明日，这件事情就会传遍整个京城，传到皇上的耳朵里。庄卢隐，你想好了，怎么跟皇上解释啊？啊？曹敬贤，你他娘的够阴险！侯爷，这件事情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。你儿子到底贪没贪？你有没有饲养兵马？都是都尉司一句话的事儿，就看你侯爷想不想解决了。只要你把鬼玺交出来，今天晚上的事儿，大家在皇上面前都可以把它圆回来。这就是一场误会。鬼玺？本侯怎么可能有鬼玺？庄卢隐，你别跟我装糊涂，你一直就在找鬼玺，你不是也在找吗？大家最后再问你一句：东西交还是不交？就算在本侯手里，你这条老阉狗也休想拿到！来人，给我搜！给我仔细的搜！违抗者，格杀勿论！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！走！庄卢隐，庄卢隐，怎么样？这个场面你应该很熟悉吧？你若不把东西交出来，咱家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全杀了。他要的东西你就给他吧。天道轮回，原来如此。庄卢隐，你可真够狠心的呀！那咱家就慢慢的折磨他们母子，让他们零零碎碎的受罪。就凭你这条阉狗，也配得到它？做梦！长后相虎，就交给你们了。上！父亲，儿子来迟了。好儿子。把夫人带走！
不行了，质子突然被约，东西没拿到。撤！撤！父亲，我没事。叫大夫！快叫大夫！父亲，您找我。侯府经此一乱，已元气大伤，为父没有了官职，你哥也废了。庄家除了平津侯这个爵位，也不剩下什么了。父亲，儿子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？想要在朝堂站稳脚跟，必须手握实权，尤其是军权。现如今为父的情形，想从头再来已是痴人说梦。庄家的全部希望，唯有你。儿子虽然只是个小旗长，但想要建功立业不是没有机会。儿子明日就向武义将军请命，远赴边疆。不用去打仗，为父还有其他办法。父亲的意思是？知行，为父要你去参加武科，若能封为武状元，比立什么军功都有用。武状元，儿子虽已恢复练武，但根基尚浅，想要和那些练武之人争夺，只怕是有心无力。你是我庄如隐的儿子，只管放手一搏便是。是，父亲。侯爷一早就出去了。是，侯爷今日去了令月楼，听说还请了好几位兵部的大人。兵部大人都是侯爷从前提拔的门生，夫人派去的小厮已经打听清楚了，这几位官员都是武科的主考。看来侯爷是铁了心要帮庄之行夺得武状元了。他是彻底不顾我们娘俩的死活了。不息怒，小心气坏了身子。平津侯让你参加武科？对，先生觉得我拿武状元的胜算大吗？你是个练武的好苗子，但是起步太晚，在军营中不过待了数月。虽然进步很快，但参加武科之人至少需要10年的武功打底，这魁首之位恐怕不好夺呀。但我还想争一争。曾经，父亲的器重对我来说遥不可及，但如今得到了，我才发现，它并不稳固。
我必须在朝廷站稳脚跟。如今庄家元气大伤，若是我能拿到武状元，也能让外人对我、对侯府刮目相看。你如今倒是考虑的比我更深远些了。侯爷可还说什么了吗？他只是说让我尽全力，其他的什么也没说。距离5科还有半月时间，我会日夜练习，哪怕只有一线希望，我也会牢牢抓住。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，那就好好准备吧。半月时间虽无法脱胎换骨，但武斗时的谋略跟技法，倒是可以迅速提升的。我会让石雷好好训练你的。多谢先生。武举第1式策论。我答完了。武举第2式武斗，韩城对石仓，郑明朗对曾文轩，叶兴旺对康浩，龙飞虎对庄之行。武斗最终胜出者为庄之行、方磊，此2人将进入明日中试，争夺武状元。中试比弓马，谁能率先将藏于林中树上的锦盒带回来，便取胜。
去。去。你跟踪我？不过我话可说在前面，这可是我先发现的。哎，锦盒给你，我不要了。这就怂了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比起什么武状元，还是我的命重要些。你错了，我要的不仅是锦盒，还有你的命。区一个二公子，也想拿武状元？呀！终是获胜者，庄之行。侯爷，臧大人来了。侯爷。恭喜侯爷，二公子5科夺魁了。后日，二公子将入宫受皇上钦点。明晚，我要在侯府大宴宾客，你也过来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，本侯后继有人。是。去吧。侯爷，还有事吗？二公子如今5科夺魁，定会入朝为官，而这官场之中最看重的，便是出身名分了。你的意思是？二公子毕竟是庶出，这往后升迁或是婚配，不免低人一等啊。那就扶为嫡出，
立他为世子。父子情笃，名正言顺，还是侯爷考虑的周到啊。告诉庄善，将沈婉抬为平妻，录入族谱之中，找个吉日，将坟茔也迁回祖坟内。是。夫人，如何？武状元时，二公子方磊输了。侯爷说要立二公子为世子。世子？世子？娘，我也要当世子。我也要当世子。福儿啊，你说，咱们以后可怎么办呢？来，我敬你。来，我敬你啊，大人。嗯。您请。是。恭喜侯爷，恭喜二公子一举夺得武状元。黄大人谬赞了，还是要等到明日大殿受封后，才真正算是武状元。听说皇上对武举甚为满意，还特许侯爷明日上殿观礼。依我看，官复原职，指日可待。承黄大人美言，请。执行，还不快敬各位大人一杯？日后还要仰仗各位大人在朝上多多提携。知行，敬各位大人，往后用得上知行的地方，尽管吩咐。二公子请。庄上。侯爷，执行。这是为父当年大胜东夏时穿的铠甲，从现在起就交给你了。庄家能走到今天，靠的就是行军打仗的本事，每一寸军功都是用鲜血换回来的，每一任家主
都不例外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侯府的世子，不管在朝中还是军中，都不能给庄家先祖丢人。知行定不辜负父亲心意，光耀庄家。恭喜世子！大家喝酒。谢谢侯爷，谢谢侯爷。知行，今晚亥时到我房中，有事情告诉你。是。喝酒。好，好的，来，知行的我今日最应该感谢先生。二公子最应该感谢的是自己。先生，今日所有人都在为我庆祝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夸赞、追捧，这就是权力的感觉吗？许多人终其一生追求的，就是这个东西。一旦尝过这样的滋味，就再也舍不得放下了。如先生所料，今夜我父亲把我叫到书房，将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了。面对他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他鬓间白发添了许多。他早已交还兵权，现在也失去了官位，再也不是当年那位威风凛凛的平津侯了。我甚至觉得，他站在我面前都矮了几分。藏海，那日在火场上，我爹把你救出来，其实我十分嫉妒。然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你是一个要手刃他的人。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我父亲已经败了，他的心血付诸东流。他已是个迟暮的老人，你就不能放过他吗？你心疼你的父亲，你害怕他死在仇人手里，那你就更应该理解我了。确实是我想多了。先生心如磐石，丝毫不会动摇。我们之间也有过约定，我已经问到了先生想要的答案。父亲把这枚铜鱼和当年的真相一并给了我，这是他从你爹身上找到的东西，我现在还给你了。这是我父亲埋藏最深的秘密，他历经2次对东夏的大战，亲眼见过鬼玺的威力，所向无敌的阴兵。但就算攻破东夏城门，他也没能找到鬼玺。贞顺6年，朝廷派蒯夺在东夏修筑封禅台，事关东夏，所以父亲让当时暗中投靠他的楚怀明留意情况。3年后，我父亲奉命护送质子回京。在快要赶到京城的时候，父亲收到了一封楚怀明的密报。密报上说，封禅台离奇坍塌。封禅台塌了！救人！快！救人呐！而本应被压在底下的蒯夺，带着一样神秘的东西，赶回了营地。
快点救人！快点！快，再去找人！快，快点！大人，出事了！去那边，赶紧帮忙救人！就在我们回京的当天夜里，也就是你把我掳走那日，我父亲出门去见了2个人。他们猜测蒯德挖出鬼玺后下药独吞，后来又发现他秘密回京的行踪，断定他一定会携妻儿离开京城。他们与我父亲在蒯家外守株待兔，终于等到了你爹。他们其中的1人你已经知道，就是曹敬贤。另一个人是谁？东夏失去至宝，被一个外人拿走，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找回来。你是说，另一个是东夏王庭的人？他不只是东夏王庭的人，他本身就代表东夏王庭。是东夏女王。先生果然聪明过人，把一切的可能都想到了。我想，他们必定跟东夏女王相互利用，为了从你爹手中拿走鬼玺，合谋灭门了蒯家。就算她是东夏女王，我也绝对不会放过她。知情能有今日，全仰仗先生。无论你要对女王做什么，我都可以帮你。但有一事，我要和先生说清楚。我已经履行了约定，将一切都告诉了你。你可以找另外2个仇人复仇，但你不能杀我爹。庄二公子，多谢了。侯爷，狱中湿冷，喝点酒暖暖身子。就1炷香时间，说完赶紧走。如今是何形势？3法司已查明，侯爷科举舞弊，且在军中安插亲信，掌控边防。皇上什么态度？皇上的心思，谁也猜不透。但朝中没有一个大臣替您求情。
曹敬贤还屡次向皇上进言，要赐死侯爷。这条阉狗想置我于死地，他做梦。皇上这一次恐怕不会轻易的饶过侯爷了。这事儿对别人来说是死罪，对于本侯，这不算什么。我庄家世代领兵打仗，守卫大雍国土100余年，皇上不会针对本侯怎么样。至于这条阉狗，藏海，你去找兵部的谢侯光、礼部的黄慎，他们知道该怎么做。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。还不快去！侯爷，您不会到现在还觉得自己可以活着走出去吧？你都靠曹敬贤了。侯爷可曾想过，这世上不止曹敬贤一人想让你死？你想说什么？10年前，你将当时的青天剑监正蒯夺和他的家人屠杀殆尽，还放了一场大火，伪装成盗匪劫杀，躲过了朝廷的追查。你自以为做的缜密周详，可是偏偏他们的儿子活了下来。本侯一生杀了太多蝼蚁，你父亲只不过万千中的一个。你想要得到鬼血，有很多方法，为何一定要灭我家满门？为何要让这么多无辜之人因你而枉死？人总是会死的，死在何时何地何人之手，重要吗？我明白了，这世上就是有这样一类人，为了一己私欲，视人命如草芥。但你可不要忘了，天道好还，善恶都是有报应的。可笑！本侯征战沙场这么多年，剑上沾了多少人的血，从来不相信因果报应。你假意投靠，蛰伏在本侯身边，检出我的羽翼，甚至设计害了知府。你确实绝顶聪明，但是藏海，你还是太年轻，太沉不住气了。你以为你已经赢了？你以为本侯就会死在这里吗？这一关，我一定会过。谁死，本侯也不会死。到那时候，我第一个就杀了你。侯爷，你不妨设想一下，你刚愎自用，虽久不掌兵，
但你的心腹依然把持着木吉营，皇上忌惮你已久，他不会亲手杀掉一个门生旧部、遍布大庸的武将。但如果此时有一只手替他杀了你，就算到时朝局动荡、军心不稳，他只需要砍掉这只手，就可以给所有人一个交代。你说，皇上会怎么做？原来我和曹敬贤所有的误会，都是因你而起。那你应该知道，他也是你仇人吧？只要我向曹敬贤说出你的真实身份，他必杀你。你要是真的能过了这一关，我会现在就向你袒露我的身份吗？经过侯府那场恶战，你和曹敬贤已经因为鬼洗彻底撕破了脸。你活着，就是他的心腹大患。他现在最想杀的人，就是你。而我是谁，他只有到你这一天才会知道。明明知道一切，却无能为力。庄如影，这走投无路的感觉如何啊？你有本事就堂堂正正与本侯一战，躲在背后谋算人心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早就不是人了。我10年前活下来，就一直活在地狱里。对我而言，过程手段不重要，我只看结果。况且如今，我已经知道灭我全家的3个人是谁了。我的人生只剩下这条路了。而你，只剩黄泉路。你都知道了？你以为我为何要尽心尽力地扶庄之行上位？你以为我真的要帮你们庄家光宗耀祖吗？你以为你一直能守得住他娘亲去世的原因吗？大儿子已经废了，你小儿子现在对我言听计从，你所有的后路都被我斩断。庄如影、曹敬贤、东夏女王，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。好儿子，庄之行，你真是我的好儿子。快躲呀，快躲！你要是看到自己儿子现在的样子，你是该笑还是该哭啊？啊！来人，快报上去！庄蒋氏、庄知府等人死了。是。陛下，平津侯府主母蒋襄和庄知府服药自尽了。庄如隐知道了吗？
回陛下还不知道呢。许多人劝朕杀了庄如隐，你们觉得呢？陛下，庄如隐科举舞弊，操纵边防军务，罪不容诛。陛下，庄师历代对社稷有功，如果就这样杀了庄如隐，恐怕会寒了将士们的心。有功又如何？怕的就是居功自傲。陛下，此次如果不严惩，后患无穷。奉天承运皇帝敕曰：庄如隐上倾国帑，下吞民财，招权纳贿，卖官鬻爵，徇私舞弊，闭塞朕聪，罔上负恩，谋国不忠，不陈罪状，昭然显著，着即革爵，将为庶人，削除世风，以彰国宪，钦此。我家人何在？庶人蒋襄与其子庄知府昨日服毒自尽，已于今早。世子呢？世子幽禁于侯府，听候发落。侯爷，节哀吧。吃饭吧。庄如隐，你干什么去？夫人，知府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这就来陪你们了。你疯了！侯爷，您就是杀了我，也出不去，您知道的。本侯非但不杀你，还可以给你荣华富贵。帮我送封信出去。送信出去是要杀头的。那我现在就杀了你。送，我送。帮我把信送给掌印太监曹公公。如果你办不到，我一定会有办法让你满门老小一个都活不了。明白。保护侯爷！庄如隐，你在做什么？越狱调兵，是要谋反吗？本侯此举，就是为了皇上，为了大雍江山。不管你是谁的人，快让开！庶人庄如隐越狱谋反，杀无赦！想杀我？滚！全杀了，一个不留。长老叔叔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来不及跟你解释了，请随我一起与侯爷会合。
快上马，跟上！啊！是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听我说，你现在立刻出城，不要淌进这趟浑水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刚刚那些人是木槿的兵吧？他们一定是来救你父亲的。今晚势必会有一场恶战，而你此刻出现在这里，也一定不是巧合。有人到侯府杀我，我追他出来，被烟火引到了这里。是曹金贤的人，他要你与你父亲一起死在今晚这场混战里。你现在趁乱离开京城，在事情没有平息之前，不要回来。来，拿着，这些钱应该够你在外面过些日子。快走。那我爹呢？他已经无力回天了。你只有离开了，才有机会。如果留在京城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快走！师统领，木槿营攻势太猛，我们快要守不住了，让所有人坚持住！攻城！藏海，我说过，我再出来必杀你。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住手！都住手！都住手！二公子，很有急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父亲，投降吧！你说什么？你可知道投降的后果？你要让庄家被安上一个谋权篡位的罪名吗？我没有选择。等进了宫见了皇上，我自有办法跟他说明。我父亲所作与谋反合一，庄家满门忠烈，你这是执意让所作蒙羞，让庄家情绪付之一炬。我真是看走眼了，你还是那个没胆量的废物。你要么跟我一起冲进去，要么给我滚开！父亲，你今日是逼宫，无论如何皇上都不会饶了你。你要破城，
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孽子，你以为我不敢吗？竟然敢背叛我！庄志行，你这个逆子，你不是说破城要先踏过你的尸体吗？我成全你！记住你说过的话，忠贞庄家。听着，庄鲁隐一死，你们休要再战，速速投降！侯爷，侯爷。庄家
世代为大庸征战，立下不世之功，就不株连其族了，让庄之行到他爹当年立下战功的地方，替朕戍守国门吧。庄之行力抗叛军，平息兵变，封昭信校尉，着其不日赶赴边关，保境西民，无诏不得回京。陛下，还有一事，庄知府已死，工部侍郎之位现下空出来了。那众卿觉得，何人适合补缺呢？回陛下，还有一人评判有功。奉天承运皇帝규曰：青天剑监正藏海，行仪纲方，力守祖宗法度，为人纯谨，胸藏经纬董策，兹以谭恩升为工部侍郎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藏大人，起来吧。陛下的意思是，青天剑还是由你来掌管，一身两任。藏大人以后可要多多辛苦了。谢公公。恭喜大人！恭喜大人！诸位免礼。石泉，我已经向内阁递了奏本，推荐你为青天剑监副。以后青天剑大小事务，就多劳你费心了。谢大人。大人，青天剑现在已经很好了，你放心。大人，皇上要收回平津侯府，我奉命前来勘验乌宇楼阁。啊，开门！
娘，我报了仇了，但我这么做必不得好死。我想，你也是再也不想见到我了。我从今往后在这世上，我在这世上没有家人了，娘。娘，我走了。皇上让我去戍守边关，就是从前父亲镇守之地，要么多年之后荣归故里衣锦还乡，要么马革裹尸，青山埋骨。你想要我做一生开心快乐的庄之行，我终究还是做不到了。我来送你。今日一别，只怕此生永无再见之时了。皇上封你为昭信校尉，就是要让你重返庄家建功立业的地方。我在京城，等你身震边陲，名动天下。昭信校尉，边境不宁，皇上不想亲手杀我，只是想借他人之手罢了。既不想亲手杀你，便还有一线生机。听说你高升了，如今已是工部侍郎，恭喜了。之后你想怎么做？如今你还剩2个仇人，想好怎么对付他们吗？尽力而为吧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总不可能事事都顺着我的意吧？你现在快活吗？你的第一个仇人已死，心里快活吗？一开始，我只想为我娘报仇，但后来我发现，是自己不甘，还想得到更多。但现在已经晚了，这条路，我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。那就当今日是新生，一切都从头开始。希望你可以找到新的路。从今往后，我要好好的活着。而且我答应我爹，重振庄家。小青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桑大人说你要去驻守边关，我们想和你一起去建功立业。我帮他们向兵部请了命，此去北地路途遥远，他们都是你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一同前去可以相互照应。你不会因为如今是昭信校尉了，就看不上我们了吧？你们先去，我马上就来。嗯。庄之行，拜别先生。
别回头。向前走，不要回头。撤！撤！多谢将军出手相救。好久不见了，藏海。不过才1年时间，你真的变了很多。才1年嘛，我倒觉得像是过了5、6年。从前享乐的时候，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。等真吃起苦来，才知道什么是度日如年。你在边关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很不容易。这里的主帅原本是定国将军，从前他一直与我父亲不和，所以对我百般刁难。后来我拼死立了一些军功，总算是有了立足之地。在京中，怎么一直没听见你的消息？我走时只是一个小小校尉，若是埋骨沙场，连碑都不会立一块，更何谈什么消息了。不久前，定国将军因病暴毙，朝廷封我为昭义将军，让我代替他镇守此地。我没让先生失望吧？你比我想象中成长得更快，如今已能独当一面了。你没说错，我身上有的是庄家武将的血脉。只有打过仗，杀过人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。你呢？都经历了什么？我被赵秉文下狱诛杀，侥幸死里逃生，来到了东夏。赵大人和你无冤无仇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？因为他就是我的第3个仇人。想不到，父亲竟然骗了我。赵秉文杀了11平，自己当上了首辅，还谋害了皇上，诬陷给我。自那以后，他便独揽大权。他已经从皇上手里拿到了鬼血，朝中再无一人可以抗衡。这些都远在朝堂，我身在边关，要这些做什么？藏海，我们好不容易重聚，今日一起喝点。岸图还在营帐中等我，我也觉得有些累了。你军务繁忙，早些休息。等明日一早，我再来找你。也好，我差人送了些饭菜过去，你快回去吃吧。不急，咱们有的是时间。先生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好不容易见一次，怎能不辞而别？说走就走啊！我让岸图写信给你，
是想离开东夏王庭之后，借你之力毁掉鬼玺。但我没想到，你竟然投靠了赵秉文。那又如何？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只知道，他能给我想要的东西。他让你重修封禅台，不过是个幌子。他真正的目的，是要让那些东夏劳工聚集在一起，再用鬼玺，将他们都变成阴兵。你真的要跟随他吗？他要做的事，是对是错，我自会判断。那你好好判断一下这件事。你只知道，他是灭门我家的凶手，是我苦苦寻找的第3个仇人，却不知道他的另一面。赵秉文是我的恩公，是在我家灭门后将我救出来的人，培养了我10年，做的第1件事，便是让我到你父亲身边。是他在帮助你复仇。赵秉文是庄如隐和曹金贤几10年的挚友，却为了鬼玺，培养我向这2人复仇。在拿到鬼玺之后，又想将我斩草除根，连跟随他多年的高明师傅都不放过。你现在对他还有用，一旦没了价值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丢掉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等你走到他身边，他第一个猜忌的，就是你；第一个要除掉的，也是你。你只是想跟我说这些吗？我曾经答应帮你重获平津侯的认可，有朝一日成为庄家的荣耀。可我竟然没有想到，你会走上和你父亲一模一样的路。沧海，我曾与你结盟，认你做先生。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新的名字，新的身份，隐瞒你还活着的消息。你愿意像跟随我父亲那样跟随我吗？我现在要做的是毁掉鬼玺。阁老，庄将军果然中用，这么快就抓到了朝廷要犯。末将只是遵从阁老嘱托，不敢居功。不必自谦，我这次来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，灵子王世子承袭皇位。我特意向皇上提起你治军严明，皇上念你镇守边关有功，特授你为骠骑将军。谢皇上圣恩。想当初，你父亲刚当上镇国将军的时候，比你还大了不少，你已经超过了他。知行仰仗阁老提携，定不负阁老恩情。可你父亲生前最大的遗憾，便是当年没能对东夏乘胜追击，这才让东夏苟延残喘至今。当然，也是因为先帝太过于仁慈。但如今，你的机会来了，
你要继承你父亲的遗志，做他未竟之事。阁老的意思是，一举出兵东夏，让他们永无觊觎大庸之心。不错，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。只是我手中兵力不足，若要征讨东夏，需要朝廷的援军。我这次来，就是给你带了援军。报！大人，从他身上发现的，一直藏在怀里。庄之行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你早晚会落得跟你爹一样的下场。我爹难道不是被你害死的吗？你还好意思说，要不是你，我庄家会变成今天这样？你如今已是昭义将军，为什么要投靠他？为何要做大庸的罪人？若无阁老，我怎会有今日的荣华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要的是振兴庄稼。好了好了，你俩好歹也是交情一场，一见面就吵架，跟孩子似的。上海，名律胡达的圣地都能被你找到，真是和你爹一样有好本事。如何用鬼玺召唤阴兵？我琢磨了很久，原来它竟是这样用的。东夏女王当年有这样的宝物，竟然还能败给大庸。就让我教教东夏该怎么用它。您不是教过我吗？说实话骗人。张灭在那张纸上写的，就是我说的。阴兵根本没有办法被控制，只会带来灾难。住口！你也永远都无法用鬼玺来完成自己的目的。藏海。鬼玺就在我手上，事到如今，难道你想用言语来杀了我吗？你是不是太天真了？要不要下去看看阁老那边如何？大人让我们留下来，就不要擅作主张了。我还是有些不放心。你是不放心赵大人呢，还是不放心藏海？你敢行刺朝廷武将？那又如何？推到东夏人头上便是了。你以为你放走东夏公主赵大人就不知道吗？今日就把你们所有人都了结在这儿。哦，真是巧了。
你一直都觉得我对复仇的执念太深，但你对鬼玺又何尝不是呢？我就算跟你说了实情，你也永远都不会相信，才会来到这万劫不复之地。您不是想知道怎么操纵阴兵吗？你现在好好看看，这阴兵是如何听我号令的。胡大人，永别了，恩公。你终于来了。藏海在哪儿？他和赵炳文还在下面，快去！
母亲要找回他，就是为了让世人不再使用鬼玺。连先帝也觉得你是对的。我会告诉姐姐，鬼玺已毁，赵炳文就是因为用了它而死。鬼玺还有太多的秘密，这里面究竟藏有什么样的力量，还未可知。可若是把它留在世上，终究是个麻烦，关乎天下苍生。我要想办法弄明白他的一切，再让他从这世上真正的消失。驾！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京城了。庄将军护国有功，新皇召你回京，这下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吧？赵炳文的所作所为，尽人皆知，皇上也将你官复原职了。臧大人，以后还得请你多多相助了。臧海，要不要与我赛马，比试比试？你是马背上的将军，怎么好意思跟我比这个？你骑马的本事也不差呀。驾！掌心念着危险的渴望，惊涛袖里草，惊雷无声响，城府深，深不过我目眶。阴谋是我护身的衣裳，阳谋是我纵横的刀枪，用隐忍的狂，稀释道德藏，也不黑，只因为我心滚烫。人心的罗盘莫测，总会有人起起落落。生杀是我，雨多是我，上夕阳如烈日赤裸，与君共高歌。芒种是我，秋收是我，天下是我，苍生是我，你也是我。